我们现在到了浦东机场，然后背后呢是我的私人飞机，这都是对买的票，然后去重庆的。西西哥也是龙战队的成员，然后他邀请我参加他的开业庆典，我们重庆见，起飞。是谁啊？西西哥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重庆，然后这是西西哥给我们准备一个酒店，在我们的后面。江景，一线江景。现在我们在哪里？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重庆市的江北区江北嘴，也是就北滨路这一块，也是我们现在一个网红打卡地。对，你们知道的，就是看到的洪崖洞就在这边，但是不是这个地方，左边一点，这栋楼挡住了。网红打卡地就很适合我的地方，适合你的地方。对，先去 check in 一下。刚睡醒，今天出发太早了，所以就没怎么好好休息，然后先睡了一觉，准备出发去西西哥的 Live Turbo。然后出发前呢，给你们看一下西西哥给我们订的酒店还是不错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床，然后这是阿山的床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真的非常色情，因为它是这样子。它完全就是敞开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即便是你把它合上，它还是会有一条缝，所以这个的设计有点奇怪，不太建议两个大男人一起过来。然后给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状态。现在状态就是这样子，目前是我达到了我的体重的一个高峰，大约是89.9，还差0.1公斤就到90公斤了。因为还没到90公斤嘛，所以我还可以继续吃。我一般每次出门会带一瓶香水，这是我必备，还有是我的发胶。更主要的是我会带我的补剂，但一般来说我不会带我的粉类的，因为粉类我觉得我来工作室肯定他们都会有粉，对吧？我也不介意喝欧利姆以外的粉。然后呢，我会带这些补剂，这些补剂什么复合维生素，然后这是矿物质，这是维生素。是这个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好像现在已经换成一个白天和晚上喝的维生素。然后我是非常喜欢这样子，因为比较方便嘛，你每天各吃一个。然后这个是 T100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还有最后一盒 T100没有吃完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T100，还是这么一点点，每天吃2颗左右。然后如果说你们这个现在买不到的话，就可以去买 T 肉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鱼油，鱼油的话我也是我出门必备的，非常健康的脂肪。现在我吃2颗鱼油，一个矿物质，一个维生素，2颗 T100。对，我的喉咙比较粗一点，所以基本上我曾经尝试过一次吃18个胶囊。那除了跟龙哥比，龙哥喝奶茶是不需要过喉咙的。如果说你们对我刚才吃的任何一个补剂感兴趣的话，我会给你们放我的一个微信的链接，然后你去找客服，然后他就会给你报上小萝卜现在对肥，然后他就会给你送一些礼物。记住暗号小萝卜对肥，换个衣服就准备出发，前往西西哥的 Live Turbo。我有一个特别搞笑，然后他一过去，他那个牌就一直倒，我把他扶了8次了。后面对，就我的倒，别人的都不倒。这鞋啊，你太轻了。这个完全不是一个人，完全不是一个人，你过来看。我长了差不多20公斤，他长了20公斤，然后我长了15公斤，但我感觉他变了一个人。我胖了和瘦了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们还让我减肥，不可能的，他减不下来，我也不会减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你又倒了，你拿走吧，拿走。觉得你不适合在这边，他非要拍照，他一拍照就开始倒。为什么你老倒？因为我帅吧，可能我真的很帅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叫 Stone， 然后也是龙战队的。之前好像他在视频里面出现过，只有19岁，是龙战队最年轻的成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介绍一下你。我叫石元浩，今年19岁，来自四川成都，今年想比一场三亚赛吧。你赶紧把它扶起来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Live Turbo， 然后这是他们一个写字楼的一个楼下，然后今天是他的开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所有人都在这边，1、2、3、4、20，应该有22个人，所以来了很多大咖，然后有些朋友只是在网上见过，然后还没有见过本人，所以很期待也跟他们见面，然后估计也会认识很多朋友。听说今天有很多粉丝过来，然后很期待见到你们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Live Turbo， 看到没有？
Live Turbo， 这个是个非常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工作室，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作室。还有他们的老板在哪里？哎，老板 ，Hello， 小萝卜耶！欢迎欢迎这个欢迎欢迎欢迎！你一看他眼睛就肿起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对最近为了这事情熬夜。2个月的时间，天天都是这样。一共邀请多少位嘉宾23？23位。你可以进来看一下，整个这个健身房非常的舒服。这有多少个器械？固定器械7台，然后那边自由力量区的话都有，该有的都有。今天下午呢，大家就是过来先训练一下，我们拍点东西，然后下午4点钟有一个简单的彩排，大概6点半开始签到，签到完了之后就上来这边7点钟正式开始。7点钟正式开始。对，然后完了之后大概9点多钟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吃火锅哟。先吃火锅，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们的 Blue。男神 Blue， 不，你才是我的男神，练得这么好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他的品牌，对 ，Blue Spy， 然后我英文名就叫前面的 Blue， 这是我自己创的一个品牌。对，他非常励志。然后你是90几年？92年，然后比我大2岁，然后但是他的服装品牌非常非常成功。后面大家多交流。可以，他们也是同时赞助这个 Live Turbo 的衣服。我是蛮期待早一天有空，我跟小萝卜一起练一下。我们都认识很久了，对，认识很久了，等会可以练一下。没问题，给你们一一介绍一下这边还有哪些大神，真的很多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我是拉莫，今年20岁，是不是超帅？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摄影系的。你说一下你的抖音账号。就搜拉莫就行，就拉东西的拉，然后木头的木。才20岁就20万粉丝了，我21岁才开始做社交媒体。你之后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看你常年体脂都很低。我不打比赛。对，不打比赛，不打比赛，只是这纯粹就是我的爱好，再只是偶尔去当模特，但是以后要发展的话，就是去做导演。我爸爸是导演，所以我得走他的路。很厉害。那没有，没有客气，杰哥。多拍点视频。哎，红爷，再给你们介绍一下红爷，然后是洪门的掌门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红，其他也没有什么介绍了，叫我红也好。对，我觉得相信圈内人都认识他，真的都非常尊敬他，经常帮助我们，尤其是给我啊，还给阿金啊，然后他有很多的徒弟，非常感谢你。没有，应该的，大家一起推动一下这个中国健美。他拥有就是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健身房，就魔兽健身房。然后我马上也要创业嘛，也是做健身房，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向我们的红爷去学习。希望我们小萝卜的这个也做得越来越好，而且相信他一定会做得很专业的，小伙伴们一定要过去哦。然后这个是曹鹏之前出过一个视频，是练肩的，好像3000或者4000个转发，应该是有史以来转发率最高的一个训练视频，真的非常感谢他。全国冠军。然后我是曹鹏，然后我是这个专门比这个中国健美协会的 CBA 的比赛的，也恭喜小萝卜打卡，也向他学习。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未来我可能会再跟我们的全国冠军曹鹏再出一期训练视频。因为我马上要去备赛了啊，马上开始备赛了，对，要去准备这个7月底的亚锦赛。国家队是比较辛苦，去把重庆烂了一遍。好，这是我们龙战队的成员，然后介绍。我叫陆恒，来自广东深圳。还有11周比北京奥赛，然后我也非常期待他拿卡。他最让我钦佩的是他的体重98公斤，可见他肉量有多少。很多龙战队的成员过来，我也是为了去查看一下他们的状态，然后给他们改造型，调整一下饮食。然后这个是我们龙战队成员李小玉，然后也是我们的主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觉得你应该多发点内容。我也在就是争取记录这次备赛的内容。他已经备赛5、6周了，我今天还要花点时间去看一下每个龙战队队员的状态。Yeah. Hello， 开始。剩下的下一组完成。他说他一组做20个，然后刚才只做了10个，剩下10个下一组做。阿金不行，人力量太差了。今晚试一下行不行？可以，那一定立得起来。1，好。走，走。10，走。这个哪个？有小的嘛？还腰细，还有肉。
哎，这体位可以，这体位可以。再来一个。啊！我靠！不要叫啊！停网！不要叫啊！10号你不要停网！力竭，好累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，萝卜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一人测评组，5人力竭。节奏啊！谢谢。我得牵在明显一点的，我要牵在这里。来，看我啊，1、2、3，快进去，一起。来，别忙，是黄光配个直线。再来1、2、3。你行不行啊？哎呦我去！确定？你们确定？好了，他已经扶不住了。看他吧。表情可以凶狠一点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Live Turbo， 是西西哥的主场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主要想问西西哥几个问题。他的工作室做得非常好，然后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秘诀？你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室。大家好，西西哥，我们工作室是 Live Turbo， 非常感谢小萝卜能够来参加我的开业酒会，还有很多这些农战队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酒会，我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，感谢小萝卜啊。然后简单的说一下，这样。做工作室我也有大概2年的时间，之前应该是算是一个中高端，但是我现在的定位应该算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定位。做工作室一定要先找准你的定位，然后再通过你的定位去推广运营，寻找你的目标客户，高品质的一些推广。我找的一些摄影师，或者是后期，或者是我的设计师，所有的这些 VI 设计啊之类的广告空间设计，都是要搭配到对，都是会在我的整个主题融合在一起。那像你针对高端，比如说你想达到最高端的，那你的团队是应该也是相配应的，就是服务啊，然后都是相匹配的。对，所有的我们的团队，包括我们的团队现在是拿到过健体或者是比基尼比赛的前3名的一些教练，就是专业度很高。对，所以这一帮是我们重庆市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教练，也是跟着我很长时间的教练。这帮子是我的核心，很好的推广，可以引流，可以吸引很多眼球过来之后，但是然后也需要留住他们。对，必须要留住他们。怎么去留住他们？就是需要一帮非常专业的教练以及很高质量的服务，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们的服务有跟别的就工作室有什么区别？对，我们其实有一个文化，一个企业文化叫做家文化。你进入的是一个家庭，而不是一个健身房。我们所有的教练都非常和谐。可能商业健身房他们经常会换教练，对，你们这边就是感觉跟朋友就跟家人是一样，互相在帮忙。然后跟顾客，我相信应该也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坐沙发。其实就很舒服。如果说顾客过来的话，他会愿意过来再多待一会儿。其实会员之间也会成为朋友，他在这里会认识到其他跟他同样品质的一些会员，这是一个平台吧？对，这里就可以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平台，所以很多会员在这里会成为朋友，甚至可能会促成一笔很好的生意。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匹配。对。所以工作室的定位非常重要。定位决定你自己以后该去走的路。那你讲一下，就是工作室和健身房的一个区别。就是工作室的一般定位会高一些。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是重庆的陆家嘴。选择那个地段也很重要。每一个细节上我都是非常注意，我选择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器械也好，很少有工作室会用到一些进口器械。我现在在想工作室还是健身房，因为我现在偏向健身房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你偏向于健身房的话，那你肯定是会要开放年卡的。对，你在开放年卡的同时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场地的限制问题，因为我了解到你的
频率是在700左右，所以你要更好的去保证一些高品质会员的感受、体验感。对，也是工作室更偏向对偏重服务，然后私密性和服务感。然后健身房的话，就设施可能会多一些。对，打个比方，你们的会员空闲期间他们会自己过来练吗？一般是不会的，一般都是对他来的。那你们开放吗？对他们？开放，我们会开放。你只要买了课，在我们的课时就是有效期之内，你是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锻炼的。但是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人来过来锻炼，他对我们的依赖性都非常强，最多就是过来做有氧。来工作室的人群和去健身房的人群其实不太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到工作室的人是比较有他的一个针对性的，他就是找私教的。他们过来就是来学习和体验服务的。对，所以在你的定位上，你自己一定要想清楚。我想去做一些文化在里面。打个比方，我的粉丝，我不可能说你要买我课我才让你过来，所以我还是想是为什么做健身房，他们可以就买个次卡。就可以过来体验。对，你可以开放次卡，但是如果说你是开放年卡，我会担心以你的流量的话，会有很多人过来办卡。所以我要控制一下品质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。不能光是我要人多，我还需要有质量的人。一定会有很多人过来找你，但是你如果一律都是接受、以接纳的态度的话，那你的场馆很快就会出现问题。是什么问题？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间说你这里装不下人。你不能办卡，或者说你办了卡之后你要分批次来，不能什么时段来，那就会很麻烦。所以前期我要想好。对，你就要想好现在到底以后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。对，好，非常感谢。不谢，以后多多交流，多多交流。可以。之后有问题的话，我会询问西哥，然后。重庆这边呢，我这次过来是感受非常好的，所以有机会我也会常来。等我开了以后，你也可以过去看看。一定会来啊！不邀请我也去。我肯定邀请。然后现在呢，还有一个朋友叫廖哥，然后我们准备去他的工作室，然后问问他那边有什么不一样，听说也很漂亮，然后准备去问问他有什么建议，然后我们一会儿见。我现在在这个 Unique Store， 然后这个是廖大哥的，是工作室对吧？对，这里是工作室。然后如果说你还不认识廖大哥的话，17年的三亚全场冠，他形体是非常非常夸张，非常非常好看的。我会把一张照片给你放在这边，你可以看一下三亚全场冠的时候非常漂亮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是来这边参观一下他的工作室，帮你们问几个问题。一个是就是你觉得你的工作室和别的工作室的区别，你先讲一下这家店，然后再讲一下，因为你之前还有别的老店嘛。有2点，最主要的就是从我们的那个服务的体系上面，很多会选择工作室的朋友，他对健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他的目的比较明确。比方说，如果你去一家健身房，那么他可能会跟你说，然后今天你训练消耗多少卡，回去之后你应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，对吧？然后到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说会员任何东西你是可以吃，但是吃完之后你要告诉我，并且告诉我今天练完之后你要干什么。这个时候我就好针对今天的训练是根据你今天要吃什么东西来训练。这样呢，因为很多人他不会像专业运动员这样会有自律，每个人都会想吃甜品，就像我们楼上的甜品。对，你们这个楼上就是甜品，这是非常牛逼。就像你比赛的时候，你吃了脂肪可以，你知道怎样去把它消耗掉。是，对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就是更加容易生活了这种感觉。对，让会员觉得他生活的就是说不会那么枯燥，而且你们的服务会更细。器械选择呢，一般工作室来说，工作室的器械会比健身房会比一些健身房还要好，有时候它的数量可能不会像健身房这么多。在选择器械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会考虑它的品牌，它的设计的角度立线是比较适合的，筛选一些比较常用并且比较有效的一些器械。虽然少一点，但是就肯定会用到。一般来说可能会比较精致，因为我自己备赛就在我自己的店里。你的有氧配比基本上就是帮我达到高峰期的时候，我的有氧是不会出现排队的情况。你的会员也会平时过来练。打个比方，就在他上会员这个期间，比如说他买了10节课，他可以随便过来，还是买过你们的在这个私教，在这个期间在这有效期内。如果说出现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客户，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对，我们也必须要去做，但是是少数。对，必须服务行业没办法，客户就是上帝。对，那现在回到那个之前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知道健身房和工作室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因为我之前了解到的就是工作室更加的偏向服务，那健身房呢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可能大众的健身房提供设施是吧？对，提供场地和设施，然后它会有相对应的服务。但是我感觉更多的话，它的服务是用来服务他们自己，就是服务健身房本身，更加方便管理嘛。但是工作室的服务就是用来服务客户。我知道工作室就很难复制，因为它太需要人了。对，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在针对顾客上面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叫 Unique Store， 就是我们觉得是每一个工作室肯定都是独特的，每个工作室是根据他的客户来量身定制。打个比方，上一些好教练的课，还是去工作室，因为
我自己感觉啊，一般商业健身房不太会有特别好的教练，因为商业健身房他们的业绩压力会更大一些，相当大。然后工作室的话，可能就是更注重服务，所以算个建议吧。你觉得呢？上私教的话，我觉得在工作室比较好。对，这个是一个，因为工作室是做的体验式的营销吧，虽然说也是营销，是体验式的。对，也是营销，但是更注重你的用户体验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跟就是廖哥了解到的，就是工作室和健身房。然后，因为我自己还在犹豫，我是想做工作室呢，还是想做健身房？希望可以帮到你。之后有更多问题呢，我也会问廖大哥。然后他练的也非常好，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来重庆，然后去他的工作室。谢谢 IFBB Pro 对我的赞赏。没有，他是我前辈。